好，我是小米。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新手彩妆懒人包。那为什么会想拍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不同的留言私讯，或者说，小米有没有推荐的粉底啊？我们推荐眼影啊、眼线啊、唇膏，巴拉巴拉各种产品的推荐需求。加上我知道现在彩妆品出的速度非常的快，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彩妆经验，或者是你是刚开始接触化妆的人呢，你去逛真的会一脸茫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对吧？所以我今天就是结合了我10几年来的化妆经验，然后我挑出我觉得最适合开始化妆的人选择的彩妆品，然后做成今天这个懒人包特辑。那也因为我接触过的彩妆品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当初在筛选的时候，其实也是经过了一番挣扎。但是我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价位不能够太高，所以今天会以开价的彩妆为主。毕竟你一开始化妆，你也不可能缴那么多学费，你一定是先从比较相对平价的彩妆品开始入手嘛。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新手彩妆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上手度要很高，所以我今天都还蛮着重带它上手度的，就是你不需要太高难度的技巧你就可以使用，或者是我会解释说每样彩妆为什么适合新手的原因，然后我也会边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它上起来的妆感啊，或者是它的优点特色等等，然后提供给你们参考。那第三个是除了我自己的心得之外呢，我这次也有结合了一些我在 IG 那个限时动态搜集了网友大家的新手彩妆经验谈，然后跟大家来个综合分享。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真的会非常非常适合刚开始化妆的人，然后你不知道该挑什么产品就看下去就对了。好的，那现在呢，我已经上完了妆前保养，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肤色哦。这次去冲绳真的有晒黑。那我本来以为说，冲绳应该不会像台湾的太阳那么猛烈吧，结果完全错了。那里的太阳其实照下来也是刺的，加上因为我们去的是冲绳的离岛，所以也常常会是那种沙滩啊、海滩啊，是没有遮蔽物的地方，然后太阳长时间曝晒。所以我现在大概已经升了将近1号吧，一个色号的色阶，所以最近要好好开始来美白一下了。OK，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妆前乳的懒人包呢，我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魅点的妆前乳。那魅点其实算是我觉得开价的妆前乳系列中出的最齐全的。像我手上的这个橘色，它是比较适合保湿，就是主打保湿效果，然后偏干肌的人适合使用。那它有其他像绿色啊、粉色、白色，可能是可以校正肤色啊什么不同需求的人，所以它的款式选择会比较多元。所以我第一个，如果你今天说我想要请你推荐开价的妆前乳的话，我会第一个就想到那个魅点。好，那我就直接来上它。那这瓶妆前乳啊，我觉得它的质地还蛮像乳液的，所以其实很好推开，加上它的颜色有点像是蜜桃裸粉色，所以你在涂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有稍微润饰肤色的效果。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价格很平易近人，常常那种周末77折、85折啊，这一瓶200有找，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入手的妆前乳系列。那如果你说我的皮肤是比较容易出油的，有没有比较控油的妆前乳呢？我自己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Sofina 的那个控油磁效隔离妆前乳，那瓶的控油效果我个人就觉得还蛮好的，我把图片放在这边。好，再进入粉底液的部分。那其实粉底液本身，我以前就讲过很多次，它是很挑妆感跟肤况、肤质的，所以我觉得很难，就是直接说，小米你推荐什么粉底液好用，我就直接讲这一瓶，因为通常就是你可能要去看看你的肤质、肤况，然后你的遮瑕度啊，或是保湿度啊、持妆度等不同的需求才会去做选择嘛。所以我今天选的是，它的适用范围可能是比较广，或者是我自己觉得，这么多开价粉底用下来，我觉得最想要第一时间推荐给大家的，那我挑了2个，第一个是这个Maybelline 的 Fit Me 反孔特务粉底液。这瓶呢，虽然它可能大家都觉得是比较适合偏油肌，但是我觉得以这种持妆度表现好的粉底液来说，它也是相对对干肌是比较友善一点的。当然说干肌可能秋冬没有办法用，可是我觉得它适用的肤质范围已经算是比较广一点了。然后呢，第二个选手是这个 Integrate 的迷人光彩粉底精华。这瓶真的是它上市到现在，我到现在都还是会持续使用的一瓶开价粉底，因为其实我本身的专柜粉底非常多，可是
它还是常常会在我的使用名单之中，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它的质地是很轻薄服帖，然后用起来比较没有负担的。那新手来说，可能常常会有妆感下手太重的问题，我觉得这瓶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那因为 Fit Me 跟 Integrate 这2瓶我都已经分别有拍过实测或者是介绍的影片，所以你们可以用它的产品的关键字去搜寻我频道其他的介绍。今天我想要用的是这个 Fit Me 同样的系列中的保湿款，应该在1-2个月吧，反正台湾就会即将上市了，虽然在欧美已经很久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偷偷跟大家预告说，因为 Fit Me 很多干肌的人用起来太干的话，之后出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合干肌的 Fit Me 系列，然后加上这个粉底的色号也比较深一点，刚好还蛮适合我现在的肤色，这个120，所以我今天就直接用这个来上妆给大家看。那 Fit Me 的保湿款粉底液呢，我个人最喜欢它上妆起来的服帖度。那跟那个反孔特务比起来呢，它的妆感也是更光泽一点，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度也更好，也更适合偏干肌的人。那其实我不得不说 Fit Me 系列为什么会这么红，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是开价选色最多的嘛，然后第二个是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是比较广一些的。所以我之前拍过一个 Fit Me 全系列的底妆影片，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从这个系列去找的话，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支影片的介绍。再来呢，我想要推荐给新手的遮瑕染人包有2个选手哦。第一个是 Fit Me 的遮瑕液，没错，又是 Fit Me 系列。那不得不说，它的遮瑕液也是开价的遮瑕中选色最多的。因为其实开价很多遮瑕就是出2个色号，了不起3个色号好了。可是这个系列我记得至少大概有10个颜色吧，所以对于不同肤色来说，它的选择是更多的。那我觉得它上起来呢，也比较没有肤质的限制。然后我像平常最常用的就是20号搭10号，我会先用20号去打底，因为我黑眼圈很深，然后用它去校正肤色之后，再用10号去做提亮。它的刷头做的比较小一点，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好控制用量的。那你可以用指腹去直接把它推开，或者是用美妆蛋去把它点开都 OK。那第2款呢是 ZA 的遮瑕笔，这支是非常新的产品，但是我觉得算是上手度也很高的一样遮瑕产品。那它的色号选择就比较少，它只有2个颜色，可是呢它的质地比起刚刚的 Fit Me 来说更接近膏状一点。可是我觉得纯膏状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会比较容易偏干，或者是比较难控制用量，但是它呢用起来就是比较滑顺好推开的。那它旋转笔头的设计，所以你每次一抹开，它的量就会是比较均匀、比较固定的。那一样在黑眼圈的地方把它抹开之后呢，你就用指腹去把它推开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它算是很滑顺、好推开之外呢，它也很容易就是上得很均匀。再来呢，如果你是属于用粉底液容易过敏，或者是说你喜欢用粉饼来上妆的人，然后又或者是你觉得粉底液的遮瑕力不够，你想要用粉饼来加强的话呢，我推荐2个选手。第一个是 Maybelline 的 Fit Me 的无瑕嫩粉饼，没错，又是 Fit Me 系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颗粉饼。那我其实平常很少用粉饼，可是这颗嫩粉饼呢，它的粉质我觉得以开价来说算是很细的。那我自己平常使用的地方会是在眼下。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眼下黑眼圈用遮瑕是没有办法完全遮住的，这时候就可以用粉饼轻轻的去稍微压一下，增加它的遮瑕力。那它是我目前用下来，我觉得眼下比较不会让我太干的。再来就是它的颜色选色也比较多，所以也很适合本来就习惯单用粉饼来上妆的人。那它的遮瑕力跟修饰力也是足够的。至于第2款呢，是 Integrate 的粉饼，这颗我也是用了很久。那其实我平常因为我是偏干肌，我很少用粉饼全脸上妆。可是我今天挑的这2款啊，包含它，我觉得也是属于我喜欢那种柔焦效果的，可是不要让脸看起来是粉感很重的。那这颗我当初也很喜欢拿来眼下定妆，然后但是因为它颜色选择没有那么多，所以后来私心更喜欢嫩粉饼一点点。但是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适合新手入手的粉饼。第一个是它包装很可爱，第二个是它也很好上手，那它是可以全脸上妆的，然后我觉得它上起来的那个柔焦效果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找粉饼就不想要用脑的话，建议从这2颗直接开始下手。接下来眉毛产品部分呢，我会分成眉粉跟眉笔。那我平常是2个都会搭配使用。那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应该怎么选择眉粉或眉笔呢？其实没有绝对选哪一个好，但是如果你今天眉毛是属于比较浓密的话，我觉得用眉笔去稍微勾勒一下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你今天眉毛是比较稀疏，去需要增加你的色块感的话，我觉得眉粉就是一个很好选择。那眉粉的好处是它画的速度是比较快，然后对于新手来说，你不需要去勾勒太细致的眉毛的话，
它就是很快可以画出一个眉形出来。那眉笔画就是比较好去勾勒眉尾啊，或者是说你很好去描一个眉流的形状，所以它的实用性就是看你自己的毛量啊、眉毛的形态跟个人需求。那我推荐给新手用的眉粉呢，是这个 Kate 的3色眉粉盒，大家应该不会很意外这个答案吧？这也算是我一开始画眉毛接触的产品之一，到现在都还是卖得非常非常好。那我觉得它会这么经典、常年热卖的原因几个，第一个是它的颜色是比较大众化，因为它的像我这个 EX5 这个棕色，它其实就是比较适合一般普遍棕色发甚至黑色发的人可以使用。然后再来它里面有附这个刷子，它的刷头刷起来其实是还蛮柔软的，然后它的颜色也很好上色，也很容易均匀，所以我觉得是操作性非常非常好上手的一款眉粉盒。然后加上它的颜色是做3个深浅不同的棕色渐层，所以你可以去勾勒出深浅不同的眉毛，然后甚至你可以用比较这个浅棕色去画出鼻影的轮廓，所以它的用途也还蛮广的。再来我要推荐给新手的眉笔呢，是 Excel 的3合1眉笔。这支眉笔呢真的是我到现在的最爱，我已经回购非常多次，然后像我这次去日本又补货了2支，就是只要没有库存我就很紧张的那一种。那这支眉笔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它叫3合1眉笔嘛，是因为它有笔头、笔刷，还有中间打开来，会有一个眉粉，所以其实虽然我平常习惯是用眉粉搭配眉笔，但是它单独使用也是可以完成眉毛的步骤的。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的眉毛教学影片，就是只用这支眉笔来完成眉毛画法。再第二个我会推荐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颜色选色非常多，我记得至少有10个颜色吧。像我现在用的就是 PD05， 所以现在很多女生不是会染不同颜色头发嘛，那你就可以根据你是冷色调啊、暖色调啊、黑发啊，或是浅色发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色号。我觉得这点在开价眉笔中还算蛮有优势的。那第3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它好画，好画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很多眉笔它看起来很好用，可是对于新手来说，可能很容易下手过重，或是怎么画都画不出颜色。但是这支眉笔我用了这么多支，它就是画起来很滑顺好画，然后它的发色也很均匀。这点我觉得对于新手来操作上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到现在就是如果你看过很多影片的话，就会知道我非常推荐这支眉笔。就是如果有人也是因为我买了这支眉笔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大家一点回馈这样子。那真的要说它的缺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开价来说，价位稍微高了一些，所以我再提供几个我觉得用起来也不错，但是价格更平易近人的选择。像我自己一开始画眉毛的时候，最早用的是这支ZA 的旋转眉笔，这一支就只有笔，就是眉笔跟刷头。那它的优点是它的笔头很细，所以很好去勾勒，但是缺点就是没有办法画得很快。可是这一支我觉得它的均匀度跟它上起来的滑顺度也是很够的。然后网友非常多人推荐的有这个惹我的眉笔，这支眉笔它的价格真的非常便宜，然后它画起来也是非常滑顺好画。但比较麻烦的是，它需要用那个削铅笔机，不是削铅笔机，就是削笔器去刷，去削才会削出它的那个眉笔的形状。那这个是我之前用的，已经剩了一小撮，但是因为我自己还蛮懒的啦，所以我现在很少用这个，我都是习惯使用旋转的笔头。再来，我想推荐给新手的眼影呢，就是 Excel 的裸色深邃眼影。这盒真的是非常经典，也是我一开始认识 Excel 用的彩妆。那他们家的眼影出了好几款，大家记得认这个4色的眼影盒，然后它的眼影这个色块是稍微有点凸起来，像那个巧克力的感觉，不要买错了，因为它有一个5色眼影，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用。好，那这个4色眼影它现在其实出了非常多不同的颜色哦。那你会发现它叫做裸色深邃眼影，所以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围绕在大地色系中去选的。那如果你说要怎么从这些从中去选色呢？我自己觉得啦 ，SR03。这个颜色算是我最推荐给大家的，它的颜色深浅比较分明一些，不会都太深或太浅，然后也是我自己觉得它上起来，我个人觉得渐层感最漂亮的。那这盒眼影当初在日本其实就卖得非常好，然后被很多人推崇说新手啊、入门啊，就是无脑啊、手残都可以上手的眼影。那我用了之后就发现，它真的是没有辜负它这个名声，因为它上起来啊，我觉得真的是就算用它里面内附的眼影棒，它上起来也会有很漂亮自然的渐层感。然后加上它虽然是珠光质地，可是它的珠光很细致，其实我觉得很接近专柜的粉质的
水准，所以它不会有那种粗糙的亮片感或是颗粒感，可是又不会像雾面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好上手。在睫毛膏呢，我想推荐2个选手，第一个是我最常用的1028飞机场顺翘防水睫毛膏。这支呢，我推荐它的原因，其实新手也蛮适合的，就是它的刷头做的是比较直，然后刷头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新手挑太粗、刷头太粗或太大的睫毛膏，因为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话，其实非常容易去沾染到你的眼皮。所以它的这个刷头尺寸，我觉得是做的还蛮刚好的。然后它刷起来也会让你的睫毛有根根分明的效果，然后就算是刷下睫毛，也不会容易去沾染到眼皮。那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是 Kiss Me 的顺翘自然卷浓密防水睫毛膏，这一支呢也是我之前非常喜欢用的一款，因为它的刷头呢做的也是比较特别的弧形，那它的弧形做的也是不会到太粗太大，然后有一点点弧度，所以这个弧度是蛮好去贴合你的眼型的，然后它的尖端的地方做的比较小一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睫毛不是有一些比较短的毛吗？它是比较好去这样子勾勒出来的。另外，除了我推荐的这2款睫毛膏之外，也很多网友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恋爱魔镜的超现实机场睫毛膏。那这支睫毛膏的刷头跟另外我刚刚讲2款都完全不一样，它是比较像是梳子状的，然后你会发现它上面会有很多小小的黑色纤维。那这一支它既然叫做超现实机场，它基本上它是比较属于让你的睫毛膏会增长效果的。那我为什么没有特别推这支呢？是因为我自己睫毛是属于比较稀疏，然后比较细的，所以它对我来说它有增长的效果，可是浓密效果就普通。所以如果你本身睫毛条件跟我比较像，是属于比较细、比较软，然后比较需要浓密效果的话，就可以使用我刚刚分享的这2款。那如果你是想要追求长或者是比较根根分明的那种纤长感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恋爱魔镜的超现实机场睫毛膏。接下来推荐给新手的眼线笔呢，因为眼线有分成眼线胶笔跟眼线液2种，所以我就各推荐一个，我觉得还蛮适合新手入门的。那首先眼线胶笔的部分呢，我想推荐的是这个 Kate 的凝色柔滑眼线胶笔。这支呢是我用了这么多眼线胶笔以来，我觉得它上起来是最滑顺，然后它的笔头最细，最好画出一个好看的外眼线的。因为有些眼线笔它可能不晕，可是它上起来是比较粗、比较难控制，或者是发色不够均匀的，我觉得对新手来说，它的难度也会稍微更高一些。可是这支我觉得它就是上起来真的很滑顺，然后发色也很均匀。至于眼线液呢，我推荐的是 Maybelline 的超级细抗晕眼线液，它是防手正版。那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折到了？它其实是故意笔头做成这样，有点15度的。那时候一开始上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啊，真的是对新手来说太友善了。因为很多新手一开始在学眼线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手很容易抖，然后你在画眼线的时候，你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去抓角度。可是它这个设计呢，就是帮助你这样子。你在画的时候，它刚好是可以让你的手去卡住，然后眼线这样子画的，所以你的手就会比较稳。比较稳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抖；比较不容易抖的话，就比较不会画出那种毛毛虫的眼线。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虽然乍看之下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可是其实是对新手来说蛮友善的。那除了今天分享的 Maybelline 这支眼线液笔之外呢，你要不要来猜猜看，网友最多人在新手时期用的眼线液笔是哪一支？答案是 Kiss Me 的华尔兹泪眼防水眼线液笔。那支我在早期一开始化妆的时候也有用过，它是一个紫红色的包装，到现在都还有在卖。然后后来我最常用的其实是 Excel 这一支，我也分享过很多次。但是其实开价好用的眼线液非常非常多，然后也越来越多，可能抗晕啊，或者是防水效果做得很好的。可是这一支我觉得它真的是因为它的造型，对于新手的操作来说，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然后比较稳的。那因为我觉得它发色啊，或者是它的持久度跟抗晕效果也都蛮好的，所以整体来说，我第一个懒人包的选择，我就会想要推荐它。接下来腮红的部分呢，我要推荐2款。第一款呢是我近期很常用的 Himi 纯色腮红。那我觉得新手在用腮红最重要的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它不能太显色。为什么不能太显色呢？因为很容易，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控制力道的话，它就很容易下手过重。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也要好晕染。好晕染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新手比较不知道怎么去掌控那个腮红的那个轮廓的边缘线，或者是你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刷，所以最好是那种轻轻一刷你就可以刷出很好看的腮红，它的那个边缘的模糊晕染感是好看的。Himi 的这一款呢，我今天用一个
6号给大家看。它有出6个颜色，6号呢，我就随便拿一支腮红刷，它刷上去呢，颜色就是我觉得还蛮适中的，然后也不需要什么技巧，就是像这样在苹果肌绕圈圈，它就有很自然的那种渐层感。而且因为它的颜色，我觉得还蛮百搭的，因为有时候太粉色或者是太棕色的色调，对于新手来说，他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去配色。可是它出了这个1号的裸色跟6号的蜜桃色，我觉得都是还蛮百搭的色系。再来另外一款我想推荐给新手的腮红呢，是 Catrice 的单色腮红。这个我之前有一阵子也很常使用它，它的颜色比较少，只有4个。那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的容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然后像我很喜欢这个60号的棕色，是比较容易入门的棕色调。然后它其中有个50号。这一个粉色，我觉得也粉得非常好看。然后这一颗也是我觉得上起来啊，很容易均匀的。譬如说我刷给你们看，它也是这样稍微带一下，颜色也很适中，然后它不会亮片感太重，也不会到太雾，所以你这样随便一刷，它就可以刷出很好看的那种腮红的色调跟色块感。然后最重要的是这颗的价格很便宜，所以这2款是我会想要推荐给新手入门的腮红选择。好，再来除了唇彩，我全脸的妆容都上完了嘛，所以我来分享给新手入门的蜜粉。那蜜粉我觉得最适合新手的还是透明的蜜粉。为什么要透明呢？因为有些有肤色的蜜粉很容易让你的妆感看起来更重，或者是说你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它的用量。那我自己不是想推荐给大家透明蜜粉，开价的是这个 Fimi 前阵子出的蜜粉盒，这盒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因为它的容量很多，它有到20克，然后这个5号是透明色的。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干肌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个蜜粉刷去全脸做清扫。那清扫的好处是让你的粉底液啊，或者是眼妆啊，甚至是遮瑕什么都可以更持久。然后因为透明蜜粉是不会影响到你底妆的妆感的，所以这个算是我觉得如果你新手想要尝试蜜粉定妆的话，很好的选择 ，CP 值很高。那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容易出油的肤质，你会希望有控油效果的话呢，非常多网友留言跟我分享说，他们觉得 Innisfree 的蜜粉无油无虑蜜粉那个很好用，就控油效果很好，所以也推荐给新手们参考。最后唇彩部分呢，也是我这次筛选最久的品项之一，因为我就开始思考说，如果今天我要推荐给新手的话，我要选择什么样质地或者是什么样特色的唇彩呢？后来我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是没有上妆技巧，或者是你一开始想要挑唇膏的话呢，我反而比较不会建议大家是选唇釉。或者是可能质地太显色的，因为唇釉我觉得它的刷头是比较需要上色技巧的，它可能是要去勾勒你的唇形。那唇膏来说，我觉得相对好操作一些。那再来就是雾面跟亮面选择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一开始新手是从光泽型的唇彩开始下手，因为雾面第一个是比较会有考虑唇况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显色度可能比较好，所以对于如果你今天只画了其他淡妆，然后突然上了一个很重的唇彩，也稍微会有点奇怪，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走光泽型的唇彩推荐给新手们。那首先第一支我想推荐给新手的唇彩呢是魅点的水艳光唇膏，这支我前阵子有发过试色影片，那出的颜色选择蛮多的。那时候我就说这支就是一个无脑擦就很好看的一支唇彩，然后价格又很便宜。那像这么多颜色中，我自己最喜欢，如果你今天只是日常淡妆，然后又不想要特别挑色系的话，它的 B101这个裸色其实就是很 MLBB 唇的感觉。那这支显色度我觉得属于中等，比较不容易下手过重，所以就是很适合日常妆。然后它是光泽型，稍微带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亮粉，所以也会让你的嘴唇有丰唇的效果。那我觉得魅点这个系列就是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小资女，日常上课上班都可以擦的一系列的唇膏。那如果你说，我想要它的显色度稍微再高一点的话呢，推荐大家这款 Maybelline 的极淡色断光丝柔唇膏。其实我在调查大家就是新手彩妆会用哪些产品的时候，很多人留言说 Maybelline 系列的唇膏。那没错，他们家的唇膏真的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系列，有很多不同的质地。那其中这个断光丝柔唇膏，我觉得是最相对适合新手的，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一样是偏光泽型，可是它的断光比起刚刚的魅点是稍微
更显色一点点。然后呢，它的颜色选色我觉得也是大家接受度会很高的。像我现在嘴上擦的就是518，它擦起来滑顺度很够。那你可以直接擦饱满唇，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有点咬唇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上手度很高的一款唇彩。那再来，如果你真的是新手，可是又很想尝试偏雾感的唇膏的话呢，我想要推荐的是 L'Oreal 的纯色定制唇膏柔雾款。这款算是我在开价目前用到，我觉得它是有雾感，可是它又比较不容易显嘴皮或者是太干的唇彩。它的柔雾效果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像我手上这支是304，你们可以看它画出来是雾面的，然后显色度也很够，可是它不会有那种干干的感觉。这支是我认为彩妆初学者比较适合尝试的雾面唇彩。然后像其他很多网友推荐的 Opera 的渲染唇膏，然后还有露华浓的经典璀璨唇膏，也都是我觉得很适合新手，然后好操作，然后颜色选择也还蛮多的几款，推荐给你们。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手彩妆懒人包的选手们。那每一样我都是尽量挑大概1到3样，也不要太多选择。那这次的重点是比较产品面，可是大家可以搭配我之前发过的不同的教学影片来看。譬如说我在讲到眉毛的时候，你可以搭配我之前出过的眉毛影片，那你可以选了这个产品之后搭配那个影片去操作，我觉得是更容易入手，然后慢慢练习的。因为毕竟彩妆没有人突然就画得很强，一定是经过不停的练习，然后会更熟练、更上手。然后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你有很多你也想要推荐给新手的彩妆，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目前我有想法拍懒人包第2集的是保养的懒人包，所以如果你想看关于保养的懒人包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让我知道你的想法。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别忘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一个喜欢，然后也可以把这支影片推荐给身边所有正在学化妆或是开始接触彩妆的人。那就这样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